我已近100岁高龄，漫长的一生中，形形色色、令人窘迫的问题，着实听过不少。然而，有那么一次发问，引得满座投资者前仰后合。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忆犹新。那是2019年每日新闻的年度会议上，一位听众突然起身，向查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沃伦比你富有得多呢？话音刚落，全场气氛瞬间被点燃，笑声此起彼伏。彼时，沃伦的个人财富高达820亿美元，而我仅有16亿美元。简单计算一下，差距竟达50倍之巨，整整50倍的差距，其中的缘由，我自然心知肚明。但在揭示这巨大财富鸿沟的真正原因之前，请允许我请求各位帮我一个小忙。请立即在评论区留下你所在的城市以及你内心深处最担忧的金钱问题，只需2点即可。你所在的城市以及让你夜不能寐的金钱困扰。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留言，并且保证看完这段视频，你就会明白我为何提出这个请求。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承诺，请务必看完这段完整的视频。这并非因为我需要增加观看时长，而是因为真正富有的人都懂得坚持到底。这便是我要分享的第一课。如果你连花费40分钟去学习我用70年时间才领悟的道理都不愿意，那么很可能你尚未真正做好积累巨大财富的准备。请相信自己，你来到这里自有其道理。现在，请允许我重述当时我对满屋子投资者说的那番话。当他们纷纷追问为何沃伦比我富有得多时，我笑着回答道：他开始得更早，或许稍微聪明一些，也可能更勤奋一些。原因其实就这么简单。紧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那为何爱因斯坦比我更穷呢？全场再次爆发出一阵笑声。但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玩笑。关于财富的真相与大多数人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要知道，过去的70年里，我始终致力于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变得富有，而另一些人却始终贫困？我的发现或许会让你感到惊讶，这与智力水平无关。爱因斯坦无疑是天才，但他去世时的净资产折合成现在的价值大约只有100万美元，这也与是否勤奋无关。我认识许多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却依旧难以维持生计的人。当然，这更与运气无关。尽管外界对沃伦和我的评价各有不同，但真正解释为何沃伦的财富远超于我的答案，可以归结为3个鲜为人知的关键因素。正是这3个决策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强大的复利效应。这3项原则将富人与普通人彻底区分开来。等我讲完这个故事，你不仅会明白沃伦的财富为何是我的50倍，更重要的是，你将学会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首先是沃伦起步更早。许多人听到这一点会觉得理所当然，他更早就开始投资了。但关键在于，当沃伦20岁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庭财富作为投资的原始资本。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相同的原则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现在请允许我从第一点开始说起。沃伦起步更早。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想，这不是很明显吗？
他更早就开始了投资，但这并非我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当我提到沃伦起步更早时，指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差异。在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复利的力量之前，沃伦就已经深刻理解了它的巨大潜力。1959年，我与沃伦相识，那年我35岁，他29岁。我通过房地产开发赚取了我的第一个100万美元，自认为相当聪明。而当时的沃伦正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经营着一家小型的投资合伙企业，通过房地产开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的我自诩颇有智慧，而那时的沃伦则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投资合伙公司。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着，这小子确实有两下子，不过他只是在挑选股票而已。我可是在建造购物中心和公寓楼群，创造的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但沃伦早已洞察到一个我当时尚未领悟的本质：线性财富与指数财富之间的巨大差异。我的房地产交易虽然也能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本质上是线性的。开发房产非出售非获利非再次循环，每一笔交易都与前一笔相互独立，并无关联。而沃伦却在不断收购企业的股权，让这些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复利增长。他不仅在赚钱，更是在打造一台能够持续不断产生财富的机器，即使在他熟睡时也能自行运转。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是复利效应。这句话常常被认为是爱因斯坦所说，但其真伪已不再重要。29岁的沃伦早已领悟其中的真谛，而我直到年过40才真正理解它的精髓。以下这个具体的案例将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1962年，沃伦以每股大约8美元的价格开始买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当时，这是一家濒临破产的纺织企业，但沃伦却看到了其他人所忽略的潜在价值。到了1965年，他已经完全掌控了这家公司。如今，这些股票的每股交易价格已经突破了50万美元，这绝非笔误，是每股50万美元。这只股票在近60年的时间里，年化复合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约20%。1996年，我持有18829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 A 类股票。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这笔股权的价值将超过100亿美元，是100个10亿。如果我仅仅是持有这些股票而没有进行其他操作，那么我今天的个人财富本可以轻松突破10亿大关。然而，我目前的实际净资产约为25亿美元。这之间的巨大差距源于多年来我将大部分的股份捐赠给了慈善事业。在此，我需要郑重声明，我绝非是在抱怨我的慈善捐赠，我对这些捐赠丝毫没有后悔。这些捐款都投入到了我深信的事业中，这些资金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从纯粹的财富积累角度来看，这些捐赠正是沃伦的净资产与我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所在。沃伦同样持续不断地向慈善事业捐赠巨额资金，但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保留了伯克希尔的大部分股份，捐赠的是其他公司的增值股票，或者承诺在他去世后捐出他的财富。这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大多数人未能理解的。财富捐赠的时机对最终的个人净资产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如果我当初能够等到伯克希尔的股票完全增值后再进行捐赠，那么同样的捐款金额就能让我保留下更为庞大的个人财富。但当时的我采用的是线性思维，而非指数思维。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2013年，我曾对《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表示，我正有意识地降低我的个人净资产。我的想法是，我并非长生不老，而那些财富在我最终的归宿之地毫无用处。先驱报是这样报道的，他正刻意降低个人净值。他的想法是，他并非永生，在他将要去的地方也无需这些财富。那一年，我向多个慈善项目捐赠了大量的伯克希尔股票。此后，这些股票持续大幅增值。倘若我当时能够持有这些股票至今再进行捐赠，那么慈善机构将会获得更多的资金，而我也能够保留更多的个人财富。这本应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只是当时的我未能充分领悟其中的奥妙。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的内容，揭示了我从观察沃伦·巴菲特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无论你现在拥有1万美元还是1000万美元，这条法则都同样适用。它正是长期财富保全的关键所在。但其中还蕴含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道理，某种超越了慈善捐赠时机选择的东西。这种差异不仅仅在于慈善捐赠的时间点，从更深层次的哲学角度来看，我和沃伦对待财富的态度截然不同，而这种差异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放大。沃伦始终将财富视为创造更多财富的工具，至少在他人生的早期和中期是这样的。他几乎将所有的资金都重新投入到伯克希尔，让公司能够持续增长并实现复利效应。而我始终认为财富是值得享受的，更应该在人生的旅途中与他人分享。这两种理念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却在最终的个人净资产层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沃伦的策略是极致地追求财富积累，而我的方式则是在财富增长、当下享受与慈善捐赠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复利的数学法则却压倒性地倾向于沃伦的模式。他早期每投入并参与复利的美元，都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持续增长，而我每花掉或捐赠出去的美元，都立刻停止了复利增长的进程。这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最佳的财务决策与最佳的人生抉择是两回事。沃伦对财富积累的执着专注，使他成为了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也意味着他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以数十年如一日地居住在奥马哈同一栋简朴的住宅而闻名，开着旧车，尽管拥有巨额财富，生活却相对简朴。而我则终生都在享受着为自己所珍视的事物花钱的乐趣。我曾向我所关心的事业捐赠了数亿美元。我过着舒适的生活，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我拥有丰富的经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若仅仅从纯粹财富积累的角度出发，将每一分钱都囤积起来，追求最大化的复利增长，那么我的这些行为无疑是错误的。但从我个人生活满足感的角度来看，它们恰恰是我所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这便引出了我能够与你们分享的最重要的人生启示之一：你必须首先明确你所参与的究竟是哪一场游戏。
你是致力于最大化你的净资产，还是追求对世界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又或者是追求个人享受与人生体验的最大化？这些都是完全正当的目标，但你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实现它们。沃伦玩了70年的净资产最大化游戏，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而我则选择了一种更为平衡的游戏方式，并且对最终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1996年，我持有18829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 A 类股票，按照今天的股价计算，这笔股权的价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100亿，倘若我当初只是持有这些股票，而没有进行任何其他操作，那么我现在的个人财富本应超过100亿美元，而现实是，我的净资产约为25亿美元。这其中的巨大差距源于多年来我将大部分的股份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在你们认为我是在抱怨慈善捐赠之前，请允许我再次澄清，我并不后悔这些捐赠，这些捐款都投入到了我深信的事业中，这些资金在世间创造了无数的善举。但若从纯粹的财富积累角度来看，这些捐赠正是沃伦的净资产与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沃伦同样持续不断地向慈善事业捐赠巨额资金，但他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保留了伯克希尔的大部分股份，捐赠的是其他公司的增值股票，或者承诺在他去世后捐出他的财富。这揭示了一个关键原则，而这个原则是大多数人未能领会的：财富捐赠的时机对最终个人净资产的影响至关重要。倘若我将捐赠的时间推迟到伯克希尔的股票完全增值后再进行，那么同样数额的慈善捐款就能让我保留下更为庞大的个人财富。但当时的我采用的是线性思维，而非指数思维。让我具体地说明一下这个原理是如何运作的。2013年，我曾向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坦诚地表示，我正刻意地降低我的净资产。我的想法是，人终有一死，而我将要去的地方根本不需要这些财富。那一年，我向多个慈善机构捐赠了大量的伯克希尔股票。此后，这些股票持续大幅增值。倘若我当时能够持有这些股票到今天再进行捐赠，那么慈善机构将会获得更多的资金，而我也能够保留更多的个人财富。这本应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只是当时的我未能充分领悟其中的奥妙。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的内容揭示了我从观察沃伦·比尔兹利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领悟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无论你现在拥有1万美元还是1000万美元，这条法则都同样适用。它正是长期财富保全的关键，但其中蕴含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道理，超越了慈善捐赠的时机选择。从哲学层面来看，我和沃伦对待财富的态度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累积。沃伦始终将财富视为创造更多财富的工具，至少直到他人生的晚年都是如此。他将几乎所有的资金都重新投入伯克希尔，让公司得以持续增长，并实现复利效应。而我始终认为，财富应当在积累的过程中被享受和分享。这两种方式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最终在净资产规模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沃伦的策略最大化了财富的积累，而我的策略则是在财富积累、
当下享受与慈善捐赠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复利的数学规律却压倒性地支持沃伦的策略。他早期每投入的$1都经历了数十年的复利增长，而我每花掉或捐赠的$1都立刻停止了复利增长。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最佳的财务决策与最佳的人生抉择是两回事。沃伦对财富积累的执着追求使他成为了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也意味着他在人生的旅途中牺牲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以数十年居住在奥马哈同一栋简朴的住宅，驾驶着旧车，尽管拥有巨额财富，却保持着相对简朴的生活而闻名。而我却终生都在享受着为我所热爱的事物挥金如土的乐趣。我已经向我所关切的事业捐赠了数亿美元，过着舒适的生活，足迹遍布全球。这些经历与影响力，如果我仅仅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复利增长而囤积财富，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从纯粹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这些是错误的，但从人生满足感的维度来衡量，它们恰恰成就了我人生的价值。若只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复利增长而囤积每一分钱，我便无法获得这些宝贵的经历，也无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从纯粹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但从我个人人生满足感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是我所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这便引出了我能够与你们分享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你必须明确自己参与的是哪场游戏，是追求净资产的最大化，是追求对世界的影响力最大化，还是追求个人的快乐与体验最大化。这些目标皆有价值，但你需要明确自己的选择。你必须明确自己参与的是哪场游戏，是追求净资产的最大化，是追求对世界的影响力最大化，还是追求个人的享受与体验最大化。这些目标都具有其价值，但需要不同的策略。沃伦参与净资产最大化游戏已经长达70年，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而我则选择了一条更为均衡的道路，并且对最终的成果心满意足。但大多数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你完全能够成功驾驭任何一种游戏，前提是你必须明确自己参与的是哪场。我观察到，人们最大的财务错误在于他们从未明确自己究竟在优化什么，结果他们在所有领域都表现平庸，财富积累不足，影响力不够大，更无法尽情享受人生的旅程。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或许会让你们感到惊讶的事实。其实巴菲特比我更富有的第4个原因是我们都鲜少提及的：他在金钱心理管理方面更胜一筹。他在管理自身金钱心理方面做得更加出色，他更加自律，更有耐心，并且在做出财务决策时情绪更加稳定。这看似微不足道，但经过数十年的累积，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让我举一个1970年代的例子，当时我们都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净资产随着股市的剧烈波动而大幅起落。伯克希尔的持股价值在短短几个月内暴跌30%、40%甚至50%的情况屡见不鲜。我记得自己当时焦虑不安，不断质疑我的投资理念，犹豫是否应该抛售一部分股票，转投其他资产。而沃伦却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
我记得在某次特别严重的股市下跌中，他说：查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我们正以5毛钱的价格买入价值1美元的资产。如果你对此不感到兴奋，那就说明你根本不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行业。他并非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这完全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对市场波动的情绪反应与大多数人截然相反。股价下跌时，他反而感到兴奋，而股价上涨时，他反而更加谨慎。这种心理上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每次市场崩盘时，当其他人惊慌失措地抛售时，沃伦总是在低价位大量买入；而在市场繁荣时期，当其他人都在高位买入时，他却在抛售那些被高估的持仓。这并非因为他掌握了更优的情报，或者拥有卓越的分析能力，关键在于他训练自己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反应。我向来都认为自己很擅长控制与金钱相关的情绪，但沃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培养出了一种我称之为投资气质的特质，这与单纯的聪明才智或勤奋努力截然不同。投资气质意味着即使在你的投资组合剧烈波动时，你仍然能够做出理性的决策。即使财经媒体一片恐慌，即使你的亲朋好友质疑你的判断，有一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伯克希尔的股价从每股超过14万美元暴跌至不足7万美元。不到1年的时间里，沃伦的个人净资产缩水了近一半。财经媒体纷纷质疑伯克希尔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甚至有部分投资者呼吁沃伦退休。我记得当时接到了不少忧心忡忡的股东打来的电话，询问是否应该改变投资策略。而巴菲特的回应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署名文章：我就是美国人。他不仅告诫其他人要保持冷静，更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主张。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伯克希尔斥资数十亿美元投资了高盛和通用电气等大型企业。这些投资在随后的几年里为伯克希尔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在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沃伦保持理性并抓住机遇的能力，充分展现了他的心理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为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我虽然也妥善地应对了2008年的危机，但我必须承认，自己并没有像巴菲特那样积极地把握市场机会。我当时更专注于保全现有的资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机遇。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异，实则是非凡回报与普通回报的分水岭。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这些细微的差别通过复利效应被无限放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财富鸿沟。故事的后续将揭示，沃伦的学习方法和决策模式是如何塑造出大多数投资者难以企及的优势的。这部分内容足以颠覆你对终身财富积累的认知。这也引出了我和沃伦的另一个关键差异：我们学习和思维发展的路径。沃伦始终以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来拓展他的知识储备，并完善他的决策框架。他阅读的范围更广，学习更加持续，并且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有效地运用新知识。在我刚认识沃伦的时候，他每年就已经研读数百家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不仅仅是随便翻阅，而是深入的剖析。
从大型跨国企业到地方上的小型公司，他都无所不读，从中发掘规律和洞见。而我则更具选择性，我只关注与我当前的项目直接相关的交易和机遇。沃伦正在构建一个庞大的商业知识库，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他都可以从中汲取养分。沃伦还比我更系统地构建了我们所说的思维模型。他从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中汲取核心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商业和投资领域。例如，他对社会认同这一心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洞悉其在市场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沃伦还比我更系统地发展了我们所说的思维模型。他从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中汲取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商业和投资领域。在探讨沃伦·巴菲特为何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时，我们不妨从他如何理解商业世界的运行法则入手。例如，他对社会认同这一心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洞察其如何在某些企业周围凝聚强大的力量。通过研究自然界中各种系统的运作模式，巴菲特领悟了网络效应的奥秘。他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则让他深刻理解了激励机制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虽然我也进行类似的跨领域思考，但巴菲特在这方面更加系统化。他会主动寻找新的思维模型，并将它们应用于自己的投资决策实践中。他将学习视为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而非偶然发生的事件，这使得他拥有更全面的分析工具来把握机遇，规避风险。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清晰地说明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上世纪80年代，我们都在学习经济护城河的概念，即企业拥有的能够抵御竞争对手冲击并长期维持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壁垒。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停留在理论层面，能够识别出诸如专利或监管优势等显而易见的护城河。然而，巴菲特的思考更深一层，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用于评估不同类型护城河的强度、持续时间以及可能的强化途径。这种系统化的学习和决策方法使得巴菲特在评估投资目标时拥有更强大的工具。我或许也能观察到一家公司具备某些竞争优势，但巴菲特能够精确地剖析这些优势的本质、运作方式、可持续性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这使得他能够做出更明智的投资选择，并获得更卓越的长期回报。此外，巴菲特还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这与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样至关重要。他制定了评估投资的检查清单和系统化流程，从而避免常见的错误。他研究自身的失误以及其他投资者的错误，从中识别规律并建立预防机制。我也曾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巴菲特更系统地将这些教训转化为预防性的流程。现在我想分享一个可能贯穿他整个投资生涯的最关键因素。巴菲特惊人财富的真正奥秘并非来源于某一次非凡的决策或独特的优势，而是微小的优势在漫长的时间里所产生的复利效应。巴菲特之所以比我富有，并非因为他曾做出过一两次改变命运的惊天之举，而是因为在过去的70年里，他始终如一地做出略胜一筹的决策。不妨这样思考，
即使巴菲特的年均收益率仅比我高出2个百分点，这种微小的差距经过数十年的复利积累，也会形成巨大的财富鸿沟。2%的差异看似微不足道，但让我们进行实际计算。假设我们都以10万美元作为初始资金，我的年化收益率为 18%， 而巴菲特的年化收益率为 20%。40年后，我将拥有大约 7.5 亿美元，而巴菲特将拥有大约15亿美元。仅仅2个百分点的年回报率差异就导致了财富翻倍的结果，而在多数年份，实际的差距可能远小于此。或许巴菲特更擅长规避重大的投资失误，或许他更善于识别非凡的投资机会，又或许他更懂得长期持有那些盈利的投资。这些优势在单独的年份里可能并不显眼，但经过日积月累的复利增长，最终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巨大财富差距。正因如此，我经常告诫人们，积累财富的关键不在于做出石破天惊的投资决策，也不在于追逐下一个热门项目。经过数十年的复利效应，这些微小的持续性优势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财富鸿沟。因此，我时常提醒大家，财富的积累并非依赖于英雄式的投资壮举或压住下一个风口，关键在于在漫长的岁月中持续做出审慎的决策，在于避免那些足以摧毁多年积累的重大失误，在于理解微小的优势。只要拥有足够的耐心，终将复利成为巨大的优势。大多数人对财富积累的认知是颠倒的，他们追求一蹴而就的投资，渴望快速致富。而巴菲特从一开始就明白，财富的积累与时间和持续性息息相关，而非依赖于天才般的灵感或偶然的运气。他专注于做出能够持续累积数十年的稳健决策，而不是那些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惊喜的冒险之举。其中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关键因素，巴菲特参与财富积累游戏的时间几乎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同行。他从20岁就开始认真投资，如今90多岁高龄仍在积极管理资金，这意味着长达70年的复利效应。大多数人认真投资的时间最多只有30-40年，而巴菲特让他的资金复利的周期几乎是常人的2倍。复利效应在后期展现出最为惊人的力量。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自从1965年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来，该公司的股价年均涨幅约为 20%， 但如果观察每年的绝对美元涨幅，早期的 20% 涨幅可能意味着股价从每股10美元上涨到12美元，涨幅为2美元，而如今的 20% 涨幅则意味着股价从每股50万美元上涨到60万美元，单次涨幅高达10万美元。如今 20% 的涨幅意味着股价从50万美元涨至60万美元，单次涨幅达10万美元。涨幅百分比虽然相同，但绝对金额却扩大了5万倍。这就是复利的魔力。大多数人从未真正体验过这种力量，因为他们的投资时间不够长或者不够持续。巴菲特已经亲身经历了这种魔力长达70年，而我只有大约50年的体验。这20年的复利积累时间差，恰恰解释了我们之间财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接下来我将分享整个故事中最具实用性的建议，这些具体的经验无论你目前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可以立即应用。
那么这一切对你意味着什么？如何将这些经验应用于你的个人财务管理？请允许我分享5条具体的原则，它们源于对巴菲特财富积累过程的观察，以及我对过去70年自身财务决策的反思。首先，尽早开始行动，但切勿因起步较晚而灰心丧气。巴菲特的早期行动对其财富积累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晚年起步就无法积累可观的财富。关键在于认识到，每延迟1年开始投资，就意味着放弃1整年的复利增长潜力。如果你在30岁时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认真投资的时机，请记住，未来仍然有40-50年的复利增长期。只要保持自律和持续性，这段时间足以积累可观的财富。核心在于理解，每延迟1年开始投资，就意味着放弃1整年的复利增长潜力。如果你在30岁时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认真投资的时机，请记住，未来仍然有40-50年的复利增长期。只要保持自律和持续性，这段时间足以积累可观的财富。数学原理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如果你从30岁开始每年投资1万美元，并获得10%的年回报率，到70岁时将积累约450万美元。如果延迟到40岁才开始投资，到70岁时你的资产约为170万美元。如果拖延到50岁，到70岁时你仅有约63万美元。从30岁延迟到40岁投资，这10年的延误使你损失了280万美元，而40岁到50岁的延误又造成了110万美元的损失。时间是财富积累中最宝贵的资产，一旦流逝便无法挽回。其次，应该专注于避免亏损，而不是追求惊人的收益。巴菲特著名的第1条投资法则：不要亏损。第2条，永远不要忘记第1条。巴菲特那条著名的投资法则第1条：别亏钱。第2条，别忘了第1条。这绝非文字游戏，而是深刻的数学真理。如果损失了50%的资金，你需要赚取100%的收益才能回到原来的水平。如果损失了90%的资金，你需要赚取900%的收益才能回本。巨额亏损足以摧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累。这意味着必须谨慎对待投机性投资，这意味着要避免过度杠杆，绝不将你无法承受损失的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项目中。这意味着要对那些承诺低风险却能获得异常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保持高度警惕。这意味着要充分分散投资，以防范灾难性的损失。即使分散投资可能会降低你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第3，培养长远思考和独立行动的品格。投资中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来自于违背本能的决策。当市场崩盘，人人恐慌时，往往是最佳的买入时机。当市场狂热，人人兴奋时，恰恰是保持警惕的最佳时刻。这需要培养大多数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情绪自律。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培养这种心态：研究市场历史，理解波动性是常态且具有暂时性，专注于投资标的的长期基本面，而不是短期的价格波动。同时，建立系统化的投资流程，尽可能排除情绪的干扰，也大有燃死意。例如，定期定额投资低成本的指数基金，能够迫使你在低价时买入，并在高价时持续买入。
从而实现长期收益的均值优化。第四，对投资标的保持极度挑剔，但一旦发现优质标的就重仓投入。巴菲特的20孔打孔卡理念适用于所有人，不仅仅是专业的投资者。大多数人做出了过多的投资决策，将资金分散投入到过多的平庸机会中，不如减少投资的次数，专注于真正理解且坚信的企业或基金，进行高信心的投资。这并非要求将所有的资金都押注在单一的股票或投资标的上，这意味着做好充分的功课，发掘少数几个优质的投资标的，并向其配置有意义的资金，而不是将少量的资金分散在数十个投资项目上。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选择2-3只覆盖不同资产类别的低费用指数基金，并持续投资于此，而不是不断追逐新的投资理念。第五，理解财富积累与财富保全的区别，并明确自身所处的阶段。在财富积累阶段，应该追求最大化的增长和复利回报，即便这意味着承担一定的风险或过着相对节俭的生活。在财富保全阶段，则需要守护已有的资产并创造被动收入，关键在于识别阶段转换的时机，并相应地调整投资策略。巴菲特整个职业生涯都处于财富积累的模式，这虽然最大化了他的净资产，但也需要在当前的消费上做出重大的牺牲。我则在人生的早期转向了更为平衡的策略，这虽然降低了最终的净值，却让我得以在人生的旅途中享受财富，并通过慈善事业创造社会价值。我则在人生较早阶段转向更均衡的策略，这虽降低了最终净资产，却让我得以享受财富，并通过慈善事业沿途创造影响。当我反思为何巴菲特远比我富有时，我意识到答案揭示了关于成功的重要启示。巴菲特并非因为与其他成功人士截然不同而变得极其富有，他之所以能够积累如此惊人的财富，是因为在若干关键领域他比其他成功者略胜一筹。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些微弱的优势维持了极其漫长的岁月，这在生活的多数领域都成立，不仅仅局限于财富积累。顶尖的运动员并非天赋远超其他职业选手，他们只是略胜一筹，拥有更强的自律性，并且能够将这些优势延续到更长的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企业也与其他成功的企业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们在客户服务、运营效率等关键环节略胜一筹，并能够长期保持这些优势。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是，非凡的成果源于微小的优势经过年复一年的复利效应。你无需比他人聪明得多、天赋高得多或者幸运得多，关键在于在少数重要的领域略胜一筹，并且能够持之以恒地保持这些优势。以巴菲特为例，他的优势在于起步更早，在市场波动中保持情绪自制，对投资极度审慎，系统化学习。你只需在若干关键领域略胜一筹，并持之以恒地保持这些优势。以巴菲特为例，他的制胜要素在于早年入市，在市场波动中保持情绪自律，严苛筛选投资标的，系统化学习，并始终聚焦于长期的复合增长。他在这些方面并非远胜于其他成功的投资者，但70年间始终在所有领域保持着更优的表现。
这对大多数人而言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意味着无需成为天才或承担巨大的风险，你也能够积累可观的财富。你只需要锁定几个关键的原则，在实践中比大多数人略胜一筹，并长期保持这些优势。时间和持续性将为你完成大部分的工作。这也意味着长期财务成功的最大风险，并非几次错误的投资或错失某些机会。最大的风险在于过早放弃，被短期结果分散注意力，或者频繁改变策略。巴菲特最大的优势或许仅在于他70年来始终坚守着相同的投资理念。要知道，大多数投资者每隔几年就会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还有一课我想与你分享，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课。关于为何巴菲特比我富有的疑问暗含着富有及优越的假设，但事实未必如此。财富是工具，而非终极目标。你应该问自己的不是如何积累最多的财富，而是我需要多少财富才能过上理想的生活，并实现我期望的影响力。巴菲特选择了最大化财富积累，并在这个目标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这种选择需要付出代价。他一生节俭勤奋工作，将大部分的消费和慈善事业推迟到晚年才进行。我则选择了更为均衡的道路，在人生的旅途中适度地享受财富，并在我能够亲眼见证善举成效时慷慨地捐赠慈善事业。两种路径都具有其价值，但需要不同的策略，并带来不同的结果。关键在于对你所做的选择保持清醒的认知。如果你的目标是最大化净资产，请仔细研究巴菲特的方法，并做好付出相应代价的准备。非凡的财富积累需要相应的牺牲。如果你的目标是平衡财富积累与当下的享受以及慈善事业，请明白你追求的并非财富的最大化，而要接受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权衡。但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切勿让完美成为优秀的敌人。你无需成为巴菲特，也能积累可观的财富并获得财务保障。你不必追求20%的年化回报率，或者成为亿万富翁，同样能够安享生活并达成你的财务目标。关键在于持续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规避重大的失误，让时间为你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临近结尾之际，我想回应你可能存在的疑虑。查理，你说的这些投资复利增长需要数十年的积累。如果我没有数十年的时间呢？如果我已经年过50、60，却尚未积累可观的财富呢？首先请记住，即使只有10或15年的纪律性投资，也能够显著改善你的财务状况。我所阐述的原则，规避重大亏损，精选投资标的，保持长期视野，在任何时间跨度下都适用。它们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效果更佳。其次，请理解财富积累不仅仅关乎投资回报，更涉及到控制开支、最大化收入潜力以及优化资金的税务效率。如果起步较晚，你可能需要在财富积累的其他方面采取更积极的策略，以弥补时间跨度的不足。第三，请意识到财富积累期可能比你想象的更长。人们的寿命在延长，晚年的健康状况也优于前几代人。你可能还有20至30年的潜在投资增长期，即便从50多岁或60多岁开始，复利效应仍然能够发挥其魔力。最后谨记，
目标并非追求极致的财富，而是积累足以实现理想生活的财富。你需要的财富可能远低于你的预期，尤其当你拥有健康的身体时。最后，请谨记目标并非追求极致财富，而是积累足以实现人生目标并享受理想生活的财富。你需要的资金可能远低于预期，尤其当你审慎规划开支并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时。只要保持自律和持续投入，任何年龄段都能够积累可观的财富。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当那位投资者问我为何巴菲特比他富有时，我仅给出了简短幽默的回答，毕竟在公开场合无法详述，完整的解释需要数小时。现在让我将这个故事完整呈现。当那位投资者问我为何巴菲特比我富有得多时，我给出了简短幽默的回答，因为当时在公共场合，完整的解释需要数小时。但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完整答案，揭示了适用于任何长期财富积累者的原则。巴菲特比我富有，因为他起步更早，在正确的事情上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保持了更强的情绪自控力，更系统的学习知识，并且纯粹以财富积累为优化目标，而不是与其他目标进行平衡。这些优势在单独的年度里看似微小，却在70载岁月中通过复利增长，最终形成了巨大的财富鸿沟。好消息是，你也可以在自己的财务生活中运用这些相同的原则。你可以开始系统化的投资，专注于规避重大的损失，培养长远思考的性格，对投资标的保持选择性，并长期保持一致性。你无法复制巴菲特的具体成果，因为你无法复制他的具体环境。但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你仍然能够取得显著的财务成就。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主动选择你的财务生活优化的方向。如果追求财富的最大化积累，可以借鉴巴菲特的策略；如果寻求其他的平衡点，则可以基于这些原则制定专属的方案。关键在于保持目标明确，持之以恒，耐心等待。财富积累绝非快速致富的捷径，也非寻找完美投资标的的博弈。这是一个通过长期持续地做出明智决策的漫长过程。它关乎理解微小的优势经过时间的复利效应，终将转化为巨大的优势。正如视频开篇所述，真正富足之人必能持之以恒。若您已观看至此，便已展现出财富积累所需的专注与毅力。请将这份坚持倾注于您的财务决策中，制定计划，恪守承诺，让时间和复利效应为您完成大部分的工作。记住，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能成为下一个巴菲特，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积累足够的财富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活出你理想的生活。只要秉持正确的原则，保持正确的心态，拥有足够的时间，答案必然是肯定的。30年后，若有人问你为何其他的投资者比你富有，我希望你能给出这样的回答。你能给出这样的答案，你曾为自己的财务人生刻意选择了优化的方向，因为归根结底，这才是成功的投资者与众不同的关键，并非银行账户的规模，而是决策的刻意性与执行的持久一致性。